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咱们四川果果一起为程毅庆生啦，让程毅感受到我们满满的爱意吧。这一次的生日应援，说一句牌面拉满真的一点都不过分。为了给程毅庆生，四川的果果们直接把应援规格拉到了新高度，在成都凯德天府打造出一整座沉浸式痛楼，从天幕大屏到商场栏杆，再到扶梯与各个视觉点位，几乎目之所及全是程毅的照片与应援画面。这种覆盖式的布置，让整个空间都变成了专属于他的生日主场。如果说普通应援是点状表达，那这一次更像是空间占领。当你走进商场，不需要刻意寻找，就能被铺天盖地的视觉元素包围，那种震撼感，是照片和视频都很难完全还原的。也难怪不少人会用痛楼来形容，不仅是规模大，更是一种情绪浓度极高的集中呈现。其实类似的场面并不是第一次出现，还记得去年富山海剧宣期间，有程毅的朋友路过这里，当时看到天幕上巨幅播放他的画面，也被现场效果镇住，甚至专门拍下来发给他本人。那种在城市中心突然看到熟悉面孔被无限放大的冲击，本身就带有一种极强的仪式感。而今年的生日应援，在规模和完整度上显然又升级了一层，从单一屏幕展示变成多点联动的整体布置，本质上也意味着粉丝的参与度和组织力更进一步。这种变化其实很能体现粉丝群体内部的凝聚力，不是简单的热情，而是能够把情绪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执行力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反而很温柔，程毅会不会看到？理性来说，他未必会第一时间刷到这些内容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种担心本身就带着一点可爱的粉丝逻辑。有人调侃说他网速不太快，但家人朋友却像坐在路由器上，只要有人看到，就一定会传递到他那里。于是，这份爱意仿佛多了一层转发路径，变得更真实，也更有参与感。而5月10日当天的线下活动，更是把这种氛围推向高潮。除了现场布置之外，还有节目表演与互动环节，甚至准备了抽奖等福利。这种从视觉应援延伸到现场参与的形式，让生日不再只是一个节点，而变成了一次粉丝之间的集体记忆。可以想象，当天的现场一定是热闹而温暖的，有人专程赶来打卡，有人带着应援物与同好合影，有人或许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大屏发呆，却依然能感受到那种被共同情绪包围的氛围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种体验本身就已经足够珍贵。当然，因为时间原因没办法到场，现实总是会有各种限制，但这并不影响情感的传递。毕竟，应援的意义从来不只在是否亲临，而在于那份真诚的投入，无论是在现场，还是隔着屏幕关注，甚至只是默默期待他能看到，这些都同样构成了这场生日的一部分。说到底，这样的应援之所以动人，并不是因为规模有多大，而是因为它把很多人的喜欢具体化成了一个可以被看见、被感受到的空间。而当这些情绪汇聚在一起时，无论程毅是否亲眼看到，他都已经完成了属于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一次双向奔赴。